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子。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不能够出门，大家呀是不是在家都待不住了呢？那今天木子教大家呢一个运动，每天睡前做15分钟，身体会收获喜人变化哦。这个运动啊，就是靠墙抬腿，将自己的大腿和臀部呢都靠在墙上，放松身心，双手呢叠放在丹田处，这样呢坚持15分钟。那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一，可以呢瘦腿，靠墙抬腿可以促进下半身的血液循环，消除腿部水肿，而且有利于脂肪的燃烧，对瘦腿有一定帮助。好处二，改善睡眠，这个动作能够缓解疲劳，放松身心，对提高睡眠质量、缓解失眠有很好的效果。那除此之外，经常失眠的朋友还可以喝点桂圆红枣茶，有促进睡眠的作用。好处三，调节气血，靠墙抬腿这个动作可以调节呢全身气血，滋养五脏，所以每天坚持做，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哦。季是养肺好时候，常吃一果，多喝凉水，给肺部做个大扫除。雪梨含有的水分比较多，而且富含果糖和维生素，有润肺止咳的功效。那肺不好的人多吃些雪梨，给肺部做个大扫除吧。蜂蜜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、多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。经常泡水喝有很好的清肺润肺的作用，能让肺部更加干净。罗汉果泡水，罗汉果营养很高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果糖、蛋白质等，用它泡水喝也有养肺润肺、止咳化痰的作用。那肺不好的可以多吃点。肺部不好的人，立秋后做好3件事：强健肺脏、养肺护肺。方法一，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两腿微微弯曲，呈下蹲的姿势，双手放在胸前，弯曲手肘，然后站起时做扩胸动作，同时配合着腹部呼吸，这样反复练习3到5分钟，可帮助扩大肺活量，强健肺脏，对养肺有很好的效果。方法二，多吃养肺食物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见的养肺食物有莲子、百合、雪梨等等，这些食物立秋后吃，对肺部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。方法三，每天进行有氧运动。大家呀都知道，运动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立秋后，大家可以早晚出去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每天坚持，对肺部健康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。那立秋后天气呢比较干燥，所以很多人心肺功能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妨试试上面这3个小方法，坚持下去，肺部可能会越来越好哦。肺部不好的人，手指会有2种表现，每天敲打5分钟，养肺护肺。表现一，出现杵状指。杵状指一般出现在长期吸烟的人身上，如果发现自己的手指指尖变粗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肺部出现了问题，最好检查一下。表现二，拇指肚干瘪，大家可以试验一下，用力的按压一下大拇指指肚，如果出现干瘪的情况，而且一段时间不能够恢复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可能是肺部出现了问题。如果你手指出现上面这2个异常，就要抓紧养肺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有很好的养护肺部的作用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敲打手臂处的肺经，从肩胛骨凹陷处沿着手臂内侧一直到拇指内侧端。敲打肺经的时候，手握成空拳，从肩膀开始，从上往下的敲打到手腕，手腕到拇指内侧这段可以呢用手指按压，每天这样敲打3到5分钟，每天坚持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养肺效果。甘油三酯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脂类物质，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很可能会使血管堵塞，导致多种心血管疾病。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注意，平时记住多做2件事。第一，多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如果每天坚持运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力，对甘油三酯的排出有很大帮助，而且还能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。第二，多喝水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多喝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经常喝水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。所以甘油三酯偏高的人养成多喝水的习惯，这样可以让血管更干净健康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除了多做上面这2件事外，还要少吃一种食物，高糖食物。
高糖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糖分，而糖分会在肝脏中转化为甘油三酯，容易导致甘油三酯升高。比如我们平时吃的饼干、蛋糕、各种饮料等，都属于高糖食物，所以应该少吃这类食物。甘油三酯偏高的朋友，如果能做好上面这3件事，能够帮助减少血管堵塞，稳定血脂，对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含量也大有帮助哦。在我们的血脂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，就叫做甘油三酯。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那么也会加大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那甘油三酯高，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？可能会出现脸黄疣、视力模糊、头晕目眩、口角歪斜等情况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平时呢尽量远离3种食物。首先，高盐食物。日常生活中我们吃的腌制类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增加血管的负担，降低血管的弹性，不仅会使甘油三酯升高，还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对健康很不利。其次是油腻的食物，油腻食物也是很多中老年人爱吃的。那油腻食物是血管的杀手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影响到血液循环，使体内堆积毒素和垃圾，也会导致甘油三酯偏高。那最后是动物的内脏，很多人认为动物内脏很有营养，所以就会经常吃。但是对于甘油三酯高的人，动物内脏一定要远离，因为动物内脏中含有很多的胆固醇和脂肪，吃多了也会给血管增加负担，使甘油三酯偏高。上面这3种血管的杀手，希望大家能够忌口，这样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，身体呢也会改。肝病最怕你吃这2种食物，提高肝脏功能，身体也会感激你。第一种，绿豆。大家都知道绿豆有清热降暑的作用，其实绿豆还有清肝火、养肝的功效。绿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、黄酮类和多酚类抗氧化物质，经常喝点绿豆汤，有助肝脏排毒，提高肝脏功能，有利于肝脏健康。第二种，蘑菇。蘑菇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是生活中常见的蔬菜。蘑菇的营养很丰富，其中含有硒、钾、铜等微量元素，可以帮助修复受损肝细胞，提高肝脏功能。经常吃一些，肝脏也会越来越健康。不熬夜了，油炸食物吃多了，经常喝酒，这些可能会导致肝脏受损。那如果肝脏不好呢，身体会出现一些怪象，大家呢别忽视了。牙龈出血。很多人早上刷牙的时候会出现出血的情况，那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体内缺乏维生素了，或者呢口腔疾病引起的。若都不是的话，就要警惕，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要注意养肝护肝了。指甲发黄，正常情况下，手指甲应该是红润、饱满、有光泽的。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指甲就会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大家要小心。还有一种异常是尿液颜色异常，当早上起床排尿时，尿液颜色变深黄或者是茶色，也说明肝脏受损了。上面这3个异常若都没有，说明肝脏还算健康。想要养肝护肝，平时可以多吃2种食物，香菇和芹菜。香菇中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，可以加强机体的免疫力，有很好的保护肝脏作用。而芹菜可以促进肝气循环，舒缓肝郁，对肝脏也有保护作用。肝脏有着强大的解毒、排毒功能，若是肝脏受损，健康也会受到威胁，所以平时要好好养肝才行。当肝功能不好时，手上会有2种变化，若没有，说明肝脏还算健康哦。第一，看指甲。正常的指甲都是红润有光泽的，并且有一定的硬度，但如果指甲出现很多竖纹，并且很容易折断，那么就可能是肝血不足引起的。因为肝主筋，肝血不足，指甲得不到营养，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若没有的话，肝脏保养的还不错哦。第二，看中指。除了指甲，大家还可以观察一下中指的变化。若发现指尖变细了，手指缝间有缝隙，这可能是肝气不足引起的，也是肝脏不好的表现，所以大家也要留心哦。肝脏是养出来的，常喝一水，多吃2菜，肝脏越养越健康。菊花泡水。
菊花茶是常见的一种花茶，菊花中含有黄酮类物质、挥发油、多种维生素以及氨基酸等，有清热解毒、平肝明目的功效。那经常泡水喝有滋养肝脏、提高肝脏功能的作用。西兰花，西兰花很好吃，并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的抗坏血酸有助肝脏排毒、修复受损肝细胞。那经常吃一些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菠菜。菠菜也有很好的养肝作用，菠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维生素、多种微量元素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谷胱甘肽，有很强的抗氧化性。那经常吃菠菜能够增强肝脏功能，促进肝脏排毒，有利于肝脏健康。得了，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，拜拜。